Android Studio。自适应图标。前景图层和背景图层。自 Android 8.0 版本 API 级别26起，系统支持自适应启动器图标。这种图标能够使应用图标更加灵活，并呈现出有趣的视觉效果。对于开发者来说，这意味着应用图标由2个图层组成：前景图层和背景图层。前景图层将会被堆叠在背景图层上。浏览自适应图标文件。1. 在 Android Studio 的 Project 视窗中，查找资源目录并将其展开。2. 打开其中一个 XML 文件，例如 IC-Launcher.xml。3. 返回 Project 视图，并查找声明可绘制物件的位置。4. 切换到 Design 视图，查看每个图层的预览效果。这2个都是矢量可绘制物件文件，它们没有以像素为单位的固定尺寸。5. 切换到 Code 视图，就会看到使用 Vector 元素声明向量可绘制物件的 XML 代码。向量可绘制物件和位元图片。尽管向量可绘制物件和位元图片描述的都是图片，但二者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。除了各个像素处的颜色信息之外，位图图片对其存储的图片并不太了解。而另一方面，向量图形知道如何绘制用于定义图片的形状。这些指令由一组点、线条和曲线以及相关颜色信息组成。其优势在于，向量图形可针对任意屏幕密度的任意画布尺寸进行缩放，而不会损害图片质量。向量可绘制对象是 Android 平台的向量图形实现，在移动设备上具有足够的灵活性。您可以使用 XML 并利用这些可能的元素对其进行定义。在选择使用向量可绘制物件还是位图图片时，需要进行权衡。例如，对于图标来说，向量可绘制物件是理想之选，因为它们由简单的形状组成。而对于照片，却很难用一系列形状来描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使用位图资源会更加有效。